好脚看一看啊！老板，这个数，这个价拿不了，您再添点。老板，给我开一块。好嘞。哇，竟然全部都是饲料，不愧是翡翠之城江州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最后一块，吐血跳楼价100块，100块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裂成这样还卖100，这玩意儿垫桌脚都嫌磕碜，谁买谁冤种，傻子才掏这个钱。飘花，蓝水飘花，这玩意儿至少7位数，这破摊上竟然藏着这种货色，还只要100块，这可是大涨。老板，这玩意儿什么价？100。这石头裂成这样，送人垫桌脚都嫌磕碜，你管这要100？那你能出多少？最多20。20就20，这破石头就是河滩边随手捡的，白送都没人要，他居然还掏了20，果真是冤大头，才20就拿下了，神童果然非同一般。明远哥，你看那个镯子，好漂亮呀！这种避祸也值得看，脏了我的眼。居然是这对奸夫淫妇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哼，哟，送外卖的回来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眼瞎吗？我们分手。分手？吴雪柔，你不是答应了我，等我今年赚够首付就跟我结婚吗？就你这10平米漏水发霉的破房子，配跟我求婚吗？雪柔，我今天跑了60多单，下个月就能换个好点的房子了。明远可是江州顶尖鉴宝世家沈家二少爷，你就算一天跑600单，也买不起他一枚袖扣。叶无辞，你清醒点吧！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凭什么让我跟你过这种苦日子？沈明远，你做什么？放肆！你是什么东西？竟敢喊我的名字，我嫌脏！这戒指是我爸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你快送开！我沈家看门狗戴的狗链子都比这玩意儿重，你居然拿它求婚，我都替你妈丢人！不要！你们滚开！好狗不挡道！真他妈狠啊！看吧，叶无辞，你就是个废物，连爸妈唯一留下的戒指都没能护住，你还能跑出什么？无辞，这是咱们家祖传的血玉，你得守好了。对，我还有爷爷留给我的血玉。我竟然开天眼了！爷爷留给我的那块玉不见了，难道是那块玉给我开了神通？全国最大的翡翠原石基地江州即将举办国际鉴宝大会。沈明远、吴雪柔，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这种避祸也值得看，脏了我的眼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夜跑腿吗？今天跑几单了？攒够钱交房租啦？叶无辞，你跟踪我，要不要脸啊你？明远哥，你理他干嘛呀？跟要饭的说话都掉价。我都没嫌你脏，你还反过来倒打一耙。你怎么想来捡漏一飞冲天？你是不是被我一巴掌扇傻了？哼，这种废品你也当宝？老板，我出200买这块石头。叶无辞，就算是垃圾，只要我沈明远不同意，你连碰的资格都没有。好好，沈二少，我这就给您包起来。老板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哼，你又没付钱。再说了，谁家做生意不是价高者得？沈二少，200买这块裂石，看来你也不怎么懂赌石啊。
你说谁不懂？沈家二少爷，就是3年前赌石亏了800万那位吧？怪不得沈老爷子更器重沈大小姐，这二少爷连这么破的石头都要抢，真是个二世祖。大小姐和二少爷为了继承人的位置争得头破血流，二少爷就这一块，拿什么赢？叶无此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要脸干嘛？脸能换钱？沈二少，你的确脸大，不是照样亏了800万？你今天把这块废料买回去，明天整个江州鉴宝圈都知道你沈家二少爷花100块买了一块垫脚石。明远哥，鉴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老爷子要是知道你买块破石头，又要生气了。别跟他废话了，快走吧。居然连堂堂沈家都这么重视鉴宝大会，看来这大会的含金量非同小可。哎，二少，你不要了吗？二少，20，您还要吗？老板，我身上就剩17.5块了，你看。拿走，拿走，赚大发了！沈小姐跟江少在鉴宝阁赌石呢，听说赌注是鉴宝阁，大家快去看啊！是那个跟沈明远有恩怨的沈大小姐，仇人的仇人就是朋友，这热闹我可得去凑凑。老板，给我看好了，我一会儿回来拿。居然是他！居然是他！我疼的不行了，麻烦您快一点行吗？刚才不是还很着急吗？怎么敲门也不开？冒犯了。预订单快到时间了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记得给我个5星好评。沈大小姐这个表情，看来情况不太妙啊。沈大小姐今天手气太背了吧，连着切垮3块料子。这江磊可是3年前在缅甸公盘切出黄家子一战成名的赌石王，沈二少爷花重金请来的，摆明了要抢他的鉴宝阁。他要是真把这价值3个亿的鉴宝阁给赌输了，亲爹都保不住他。要我说，女娃娃家就该嫁人享福，操持什么家业？3年前缅甸公盘，我用5万块的料子切出2000万的皇家紫翡翠，震惊整个东南亚。沈大小姐，你这鉴宝阁今天我拿定了。沈明远，你的人想在我眼皮子底下赢，可没有那么容易。沈大小姐，这都第3块了，咱们可是说好了，每人5次机会。你要是再开不出来比我这块高冰黄杨绿料头还好的，那这鉴宝阁可就是我的了。哎，你那块是个次料。是那天那个外卖员，他竟然也懂鉴识吗？哪儿来的小子？鉴宝阁的规矩懂不懂？沈大小姐选料子，轮得到你插嘴？这块料子皮可紧实，局部还有松花，绝对能出货。沈大小姐，这小子信口雌黄，你可千万别信他的鬼话。这松花是假色，鼻子里全是死。你这一刀下去，连个界面都掏不出来，白白浪费一次机会。难道你想让沈大小姐输？沈清月，你的人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别拖拖拉拉的，到底还切不切了？就这块，切。你什么都没有啊？不可能，肯定是切歪了。再来一刀，出大祸了！这是老坑玻璃种帝王绿，帝王绿最少得价值1000万吧？江少那个黄杨绿的料子跟这一比，可差远了。真让他开出帝王绿了！臭小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这双眼睛看过的石头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你懂个屁的解石！沈小姐，我鉴识不需要别人在旁边指指点点，麻烦您把这个不知所谓的臭小子赶出去。恭喜啊！不过您要不先把石头翻过来看看背面。
现在你还觉得切涨了吗？一道小纹而已，赌石嘛，哪有十全十美？小纹，您不妨拿手电从侧面打一下，看看那道纹吃进去多深。要是不信，现在就切第二道，我赌裂到底。真垮了，这么一点色皮，顶多就值200块钱。那年轻人说的竟然是真的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沈大小姐的人今天怎么回事？连废料都看不出来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沈大小姐，你饶我这一回吧，下一块我绝对能开张。沈大小姐，沈大小姐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今天这鉴宝阁，你怕是保不住了。你来。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还要提条件？不是吧，沈小姐，我帮你保下这么大个鉴宝阁，连提个条件都不行了？一点都没有上次在你家的时候礼貌可爱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我要成为沈家的首席鉴宝师。这人疯了吧？还想碰瓷儿沈家？就是，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。我沈家的首席鉴宝师，一言定千金。这个位置不知道空了多久，没人坐得稳。坐不坐得稳，试过才知道。沈大小姐，你请我绝对不亏。你那个草包弟弟沈明远，刚才在古玩街花200块想买块废料，要不是我激他，他现在已经把你们沈家的脸都丢光了。你认识沈明远？岂止认识，还有笔账要跟他算。行，那你就用真本事让我亲眼看见，你配不配当这个首席？切这块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拿垫桌脚的料子堵缅甸老坑，刚刚怕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碰巧猜中了。我让人从仓库搬来垫台子的废料，你也敢拿出来切？沈大小姐，这就是你选的好帮手？沈小姐，这料子我不敢切。为什么？这皮壳是乌皮蜡壳，看着像老坑，但纹路太杂，切废的概率9成9。我在这行干了30年，这手要是切了这块料子，以后没法在江州混了。沈大小姐，换一块吧，别难为老师傅了，这块切了就是砸招牌。我亲手切，出了事，我沈清月一力承担。沈清月，你居然要亲自切这块垫台石，看来这鉴宝阁今天过后就是我的了。怎么切？从这里垂直进刀，不要偏。好。真好。沈小姐，收手吧，这暗灰芯子再切10刀也是灰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，再切下去，连沈家最后那点体面都没了。暗灰层连蟒带都没走通，这块石头底价不过200块，果然是废料。沈清月，别磨蹭了，赶紧去把鉴宝阁的地契拿出来。沈大小姐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要当你们家首席鉴宝师的人，要是连块垫台石都搞不定，怎么帮你收拾那个草包弟弟？第2刀，继续切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这是什么？满色高冰，杨绿。这块料子至少值1000万。垫脚石开出满色高冰，我他妈不会是在做梦吧？乌皮蜡壳老坑料，我都没看出来，他居然一眼就能识破，这人什么来头？双剑，难得见你这么上心，说说，你觉得这年轻人如何？哼，眼力还行，就是太张狂。张狂？我看他沉着得很，他选料的时候眼神飘都没飘一下，这是绝对的自信。那又怎样？我想说，这次鉴宝大会，你最好把他盯紧点。爷爷，他才赢了1场赌局而已，值得你这个鉴宝大会的终身名誉主席关注吗？1场，江雷可是赌石王，3年前的皇家子就是他切出来的，
这年轻人能赢姜磊还不够吗？小子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他妈是垫桌脚的废料，我亲手从仓库搬来的，连皮都没开过，怎么可能？这姜磊可是赌世界的大佬啊，居然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。这料子皮壳乌黑，坑坑洼洼，看着是电台石的料，其实是乌皮蜡壳老坑料。这石头埋在老坑底层，至少300年，比在场任何一块料子都老。我的老天爷，居然是300年的老坑翡翠啊！这种级别的宝贝，姜磊居然拿它垫桌脚。姜老板，愿赌服输，我赢了。姜磊，你敢！幸好以前跑外卖，为了防身学了几招，要不然这么好一块料子就被这疯子给砸了。你赢了，这次能给我5星好评了吗？给你10颗。有眼力有身手，此子不凡呐！双剑，去把那年轻人的资料给我查清楚。爷爷，现在就去。你叫什么？叶无辞。你很好。我的确很好。今天让大家见笑了。为了庆祝我沈家上任新的首席鉴宝师，今日全场消费8折。我去，太大气了！我今天必须好好消费一把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打算参加鉴宝大会。这鉴宝大会的入场资格向来只给建藏世家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寻常人连门槛都摸不着。我身为沈家首席鉴宝师，还不够格？我沈家的人若不够格，这偌大的江州，怕也找不出第2个够格的了。那就好。不过，鉴宝大会的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。得，白忙活一场。我爷爷手里还捏着一个推荐名额，2天后沈家摆接风宴，你要是能在席上当场亮出一块够格的原石，把他老人家哄开心了，没准儿这名额就稳稳落到你兜里。那我何必费那劲儿，直接找块品相上手的成品送去，既体面又省事儿。老爷子不照样高兴？你不懂，我爷爷这辈子靠鉴识起家，对他来说，一刀下去见生死的刺激，比100件摆好的成品都勾人。你说那块垫桌脚的石头，开出了1000万的满色高冰？是。废物！我花300万请你回来，你就给我这个结果！二少，那个叶无辞邪门的很，我查过他，3天前还是个送外卖的，今天突然就会见识了。叶无辞，是他。叶无辞，他怎么会在鉴宝阁？他不仅在，还帮沈清月保住了鉴宝阁。现在整个江州都在传，沈大小姐身边出了个神眼小子，有意思。我踩过的垃圾居然爬起来咬我了。明远哥，那个废物能懂什么见识？肯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能懂什么？就算是碰巧，这一波下来，沈清月那个贱人的名气也彻底打开了。他现在有了这个帮手，沈家继承人的位子，我还拿什么去争？叶无辞，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欢迎来到江州石头城。石头城是江州数1数2的毛料集散地区，但我建议你低调些，这里水浑得很，不只是普通商贩，不少鉴宝大会的种子选手都在这儿淘货。怎么，怕我翻车？我只是提醒你，能走到沈家晚宴上那场比试的人，没一个是善轧。你手里的筹码最好够硬。比硬？那没人能赢我。懒得听你废话，到了，就是这里。那是黄老三，石头城的一霸，手里确实有好货，但心黑得很，专宰生客。哟，沈大小姐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来，上座。
我朋友来挑块料子。好说好说，不过沈大小姐，我这院里的货最低也是6位数起步，您这位朋友带够钱了吗？钱没带多少，但眼力够。行，有脾气，来挑，挑中了我给你打9折。第一块冰朵飘花，但裂得多，值20万。第二块干青种，色死，不值钱。第三块玻璃种帝王绿，只有橡皮薄薄一层，里头全是石头。这块可是后江厂的老坑料，80万不还价。80万买块水墨子，黄老板心挺黑啊。你说什么？这蟒带是贴皮的，只进去了半寸，底下全是水墨共生。80万切出来，顶多能回8000块。你懂个屁！这块什么价？哈哈哈哈！一块山上下雨冲下来的废料，白送你都行。行，那我就要这个。沈大小姐带的这是什么人？挑块废料，这不瞎胡闹吗？叶无辞，你确定？这料子皮壳是乌皮蜡壳，里头的东西足够让老爷子眼红心跳。你看准了？信我，别问，问就是秘密。小兄弟，眼力不行就别硬撑。这样，我这人心善，这块废料送你，再给你指条明路，买这块我给你打8折。不用了，我就要这块废料。不过什么？难不成你想换一块料子啊？黄老板，咱们得立个字据。就这么一块破料子，还怕我反悔不成？签就签。谢了。哎呦，沈二少爷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正好有个骗子在这捣乱。哟，叶无辞，几天不见，不送外卖改行捡破烂了。明远哥，你看他那块石头脏兮兮的。沈二少，又见面了。这就是你挑的宝贝，真是笑话。是不是宝贝？晚宴礼见分晓。晚宴？你什么身份？也配去沈家的晚宴？别说进去了，就是端盘子的活，我沈家嫌你脏。住嘴！我发的邀请函，你有意见？沈清月，你敢带这种废物去晚宴？看来你们也想要老爷子手上仅剩的一个鉴宝大会名额。行，既然你这么有底气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赌什么？我出80万买黄老板这块老坑料，你出你那块废物。晚宴上当众切开，谁的料子值钱，谁就赢。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80万老坑料兑一块废料，这怎么比啊？可以，不过沈二少，你要是输了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输，我堂堂沈家二少爷会输给你这个送外卖的。我要是输了，给你80万，当众给你磕3个响头。你要是输了，你给我磕3个响头，滚出江州，永远不准回来。叶无辞，别！怎么不敢赌了？刚才不是挺能叫唤的吗？叶无辞，不敢赌，现在就认输。沈家门槛高，你这种货色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成交，字据为证。叶无辞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死。你真的有把握？那可是80万的老坑料。沈小姐，包在我身上。行，晚上见。有意思，居然敢跟沈家二少下赌注。叶无辞手里那块真的只是废料吗？沈家晚宴终于有点意思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参加晚宴。你参加沈家晚宴？小子，沈家晚宴谁不是开着豪车来的？你这种打车来的也配进？滚一边去！别在这碍眼。怎么，沈家的狗比主人还威风？你骂谁是狗？谁接话谁是狗喽？哟，这不是捡垃圾的吗？
沈二少，您来了。门卫，还不快把这人赶走！沈家晚宴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？谁敢让他滚？他的请柬是我亲手给的，谁给你的胆子拦人？大小姐，我看他看他什么？看他是打车来的，看他穿的不够金贵。沈家养你是让你狗眼看人低的。沈清月，你带这种人来晚宴，就不怕爷爷生气？爷爷会不会生气我不知道，但你如果输了剑石，可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磕头。好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一块破石头能翻出什么铁。换掉门卫，此人沈家永不入人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您请的贵客呀。大小姐，您为了个外人赶我，我在沈家干了12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就算沈老爷子见了我都得点个头。先生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帮我说句话。知道错了，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擦亮眼睛。可惜啊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像你这种跟沈明远一样仗势欺人的狗。给我走！我还以为你会替他求情。对这种人发善心，就是自己的残忍。你就穿这个来的？不然呢？我全部身家就这身衣服。拿着，换上。沈大小姐，这算礼物。别多想，只是不想你丢我的脸。宴会开始了。那是张大师，听说他30年没看走眼，沈二少居然能请动他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沈清月给那个送外卖的封了个首席鉴宝师的称号。首席鉴宝师？沈家这位置空了3年，连江磊那种赌石王都没坐稳，一个外卖员也配。明远哥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人家可是有神眼呢。他要是有神眼，还用得着送外卖？沈清月被这种江湖骗子迷得团团转，把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就这眼光，也配争继承人的位置？这就是沈大小姐带回来的那个鉴宝师，这气质不像送外卖的呀。那袖扣是玻璃种帝王绿吧？真豪气啊！但那一枚就值大7位数了。一个下等人，凭什么戴那么贵的袖扣？他一个下等人，凭什么戴那么贵的袖扣？那是老爷子当年高价拍下的袖扣，我去讨了2年都没拿到，没想到竟然送给了沈清月，这老不死的！哟，这不是夜跑腿吗？这西装租1天不少钱吧？叶无辞，你以为攀上沈清月就能翻身？今晚我会让你知道，你这种垃圾永远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吴雪柔，你脸上的粉这么厚，还是遮不到眼角的皱纹。沈明远没告诉你吗？沈明远，嘴放干净点。叶无辞是我沈家首席鉴宝师。首席？就他？沈清月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挑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家里带。确实荒唐，沈大小姐这次看走眼了吧？沈二少，我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也敢跟我顶嘴？你以为穿身西装就是人上人了？骨子里就是个跑腿的命。沈二少说的对，我确实送过外卖，不过至少我靠自己吃饭，不像某些人靠爹吃饭还吃得理直气壮。找死！沈明远，你想在宴会上动手，你把沈家置于何处？行，不让我动手，我就堂堂正正靠赌石打败他。叶无辞，石头城的赌约，你不会不敢认了吧？有赌约？什么赌约？有好戏看了。有什么不敢？行，你要是输了，不但给我磕3个响头滚出江州，还要当众承认你是个江湖骗子，不配当沈家首席鉴宝师。还有你，沈清月，你要当众承认自己眼瞎，收回他首席的位置，向所有人宣布，你沈清月不配做沈家的继承人。沈明远，你别太过分！怎么不敢了？不敢就现在跪下磕头，滚出沈家！成交。不过沈二少，你要是输了，除了之前的条件，你也得当众承认你是个只会靠爹的废物，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今晚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既然要赌，让老头子我做个见证。你就是清月说的那位神眼？沈老爷子，你花300万请江磊的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现在还敢在宴会上放肆，
爷爷，我只是想要揭穿这个骗子，不能让他顶着我们沈家的名号招摇撞骗。行，那就让我看看谁才是骗子。小子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鉴宝大会的推荐名额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要是输了，任凭处置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这是后江厂的老坑料，莽带清溪松花艳丽，绝对能出大货。你的废料呢？该不会不敢拿出来了吧？就这个，差距也太大了吧！叶无死，你拿这块垫桌脚的玩意儿跟我80万的老坑料比，爷爷，这种闹剧还有必要继续吗？石头不分贵贱，切开才知道。解石，先切我的，让所有人看看，这才是能力。客随主便，沈二少爷先请。行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从这里切，别伤了玉肉。这么快就出绿了，真的是玻璃种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剑石的实力。这是贴皮绿。什么是贴皮绿？贴皮绿就是拿胶水沾一层绿皮蒙你，底下全是白渣子，刀一落，几十万碎成灰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不可能！黄老三说这是老坑料，80万买了块废料，沈二少走眼了。沈二少，蟒带是后做的，松花也是染的，你被人当冤大头宰了。你早知道，你是故意想看我出丑。赌石赌的就是眼力，你自己走眼，怪得了谁？明远，不要失态，退下，80万而已，沈家输得起。斜45度，一刀切到底。万一伤了玉肉，听他的，出事我担。没戏，灰皮白肉，典型的废料，白激动一场。哈哈哈哈哈！叶无辞，这就是你说的宝贝。虽然我输了，但你也赢不了。继续，第二刀换另一面。这是玻璃种，满色帝王绿，废料里开出帝王绿了。我看看，真的是帝王绿，10年没见过这种成色了。不可能！公盘尾货里论斤称的玩意儿，怎么可能出帝王绿？你继续切，把整块都给我解开。这石头10有8九就表皮这一层绿，里头全是白棉烈绿，废料就是废料，运气再好也翻不了天。再切，往深处切，换个方向，再切，把皮壳全去了，我不信。好像整块都是肉啊，这不可能。废料堆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玻璃种满色帝王绿，这种品相最少值1000万。叶小友，这么好的料子你是怎么淘到的？那还多亏了黄老板，免费把这块石头送给我了。居然是免费送的，黄老板太豪气了。不对啊，黄老三一向铁公鸡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沈二少，你输了。按照赌约，100万现金外加3个响头，是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？混账！赌约你自己立的，沈家子弟言出必行，你自己的面子丢光了，还想让沈家丢尽颜面吗？等等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样，是你该给的1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哈哈，好一个神眼！鉴宝大会推荐名额是你的了。多谢老爷子。恭喜你，首席。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双剑，带叶无辞来见我。是爷爷。
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帮我保住了沈家的面子，也谢你让我看到了沈家继承人之位的希望。沈小姐，你肩上有话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你是？这是秦双剑，秦小姐，鉴宝大会终生荣誉会长秦老爷子的孙女。我爷爷想见你。秦老爷子想见叶先生，他老人家手里握着一个江国鉴宝中心的推荐名额，那可是所有鉴识师梦寐以求的最高殿堂。如果你能通过考察，届时鉴宝大会的冠军奖励里将会额外增加一个入选名额。江国鉴宝中心，这算是拿到编制了。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足以看出我爷爷对你的信任。想要进国鉴中心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有这个本事，为什么不试试？好，我去见秦老爷子。请吧，叶先生。嚯，劳斯莱斯车队啊！叶无辞，你知道江国毒捕中心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能接触到最核心的翡翠资源。不止如此，国鉴中心是江州赌石界的最高权威，进入中心，你便拥有了为江国把关顶级翡翠原石的资格与责任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秦老爷子，放马过来就是。哈哈哈，痛快！双剑，去把原石拿过来。这里有5块原石，皮壳、康口各不相同，哪块能切出高货？第一块白岩沙皮，墨西沙长口，皮壳紧凑有蜡壳感，但开窗处雾层发灰，赌性一般。第二块黄沙皮，目测大马坎，皮壳上有蚂蚁线，但掂量手感偏轻。这块是水石大马坎空口，皮壳上有这条蚂蚁线，说明内部大概率有裂。水石赌性大，但这块开框料，皮壳乌黑发亮，是典型的黑乌砂，皮紧沙细，手电打上去见光水头很长。如果没猜错，切出来至少糯冰种起胶，甚至可能赌到高冰。这3块都是砖头料，不值得开。这2块有料，尤其这块黑乌砂能出好东西。好一个神眼！哈哈哈，墨西沙那块我让人切过，里面全是险。大马坎水石一刀下去裂成8瓣，你全看准了。这份眼力进鉴定中心够了。他果然不只是说说而已。叶无辞，你可愿意接受我的推荐，参加这次鉴宝大会，并作为江国鉴宝中心的预备成员进行考核？我愿意。好小子，大会上你代表的将不只是你自己，还有江国鉴宝中心的眼光。好好准备，别让我失望。我会的。沈明远，你带给我的屈辱，我会在大会上堂堂正正的讨回来。下去准备吧。沈小姐在门口等你，我送你。怎么样？秦老爷子给了我一个机会，一个能在鉴宝大会上以江国鉴宝中心预备队员身份亮相的机会，这可比单纯拿个魁首更有分量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但是，机会越大，盯着你的人也就越多。怎么？你觉得我会怕他们？哼，比如沈家2少沈明远，他可不会让你顺顺当当上台。放心，能让我翻船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别让我失望。爷爷，您留我下来是有话要说。双剑啊，你觉得叶无辞这小伙子怎么样？眼光准，心态稳，不卑不亢，是个有本事的人。不止这些，此子鉴宝能力，放眼整个江国都难逢敌手。我秦家若能得此人相助，别说是在江州鉴宝界了，就算是在整个江国，也能有一席之地。双剑，爷爷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，这关乎到我秦家未来的发展。爷爷您说，务必拿下叶无辞。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哪怕是做小，也要让他成为我秦家的女婿，成为你的男人。只要能把他留住，我秦家1半的家产就是你的嫁妆。爷爷您是认真的？你看我像随口一讲的人吗？
这种好男人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所以您就急着把孙女往外送？我这是在投资。这种极品男人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不会放过的。我看中的东西，还从来没有拿不到手的。石头是这样，人也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这身衣服太保守，对付这种油盐不进的男人，得下猛药。这丫头，嘴上说不要嫁妆，脚底下跑得比谁都快。一半家产啊，肉疼。不过值。上车。秦大小姐，大半夜的约我。鉴宝大会后天就开始了，赛制和对手你一样都不知道，我带你补补课。补课？补课用得着穿成这样？我有这么好的身材，当然要拿出来造福人类。酒店、套房，怎么，怕我吃了你？我怕的是你秦大小姐用心不良。坐。这女人果然是有备而来。过来坐，那么远听得清吗？鉴宝大会分2轮，第1轮盲鉴，共50块原石，限时鉴定每块石头的种水和估价，总分前2晋级。决赛100块原石，每人只能选1块，当场切开，价高者胜。冠军奖金1000万，外加直接进入江国鉴宝中心的资格，也就是你想要的编制。秦大小姐，你这是在补课，还是在下套？我再告诉你，台上台下都有人会想方设法让你出错，你得学会在干扰中保持冷静。你现在穿成这样给我补课，我很难保持冷静。那是因为你心不在规则上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那个死对头沈明远请了个人出山。谁？鬼眼霍天成。20年前在缅甸公盘连续切出3块帝王绿，退隐快10年了。据说一双鬼眼能看穿3尺石皮。沈明远为了请他花了3000万。霍天成的眼力是实打实的，这次你们绝对会碰上。3000万，沈明远这次是真把棺材本都押上了。鬼眼，那正好，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神剑无双。然后呢，就这些？就这些，剩下的时间是我的。什么意思？靠！这女人想干什么？其实除了鉴宝大会，还有更有意思的东西，比如我。秦小姐，你这是……叶先生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看上你了，做我的男人如何？只要你点头，整个秦家都是你的，你可以拥有花不完的钱，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不嫌弃我之前是个外卖员？不嫌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莫欺少年穷。叶先生不过是乾隆一招在渊罢了。秦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像什么？像什么？像一块开了窗的毛料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看出我是什么种水啦？高冰种还是玻璃种？得切开才知道。那你要不要切开来试试？秦小姐，你知道鉴宝这行有个规矩吗？什么规矩？好料子不能急着切。你干嘛去？回去睡觉。鉴宝大会在即，养足精神比什么都重要。叶无辞，好一个不起！报个情报差点现身，这女人比石头还难搞。
霍老，您可一定要帮帮我。这次鉴宝大会，我沈明远能不能翻身，一举拿下继承人之位，就全看您了。放心吧，沈二少，老夫看了40年师徒，从没走过眼。他叶无辞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毛头小子罢了，凭什么跟老夫比？那我就放心了。等我当上继承人，沈家的传家玉佩，我会亲手奉到霍家。哈哈哈哈哈！霍天成那个老东西自以为拿捏得住局面，但我从不把命压在别人手上。去，给我买通大会的工作人员，给叶无辞的石料动个手脚。二少，有霍老坐镇，您何必铤而走险？你懂个屁！叶无辞那杂碎邪门的很，老子在他身上栽过跟头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全江州都在笑我沈家二少被一个送外卖的踩在脚底下，这次我要他永世不得翻身。鉴宝大会每3年一届，参赛者都是江州乃至全国顶尖的鉴宝世家子弟，赵家、钱家、孙家，每一家都有至少1位国家级鉴宝师坐镇。来，老规矩，我坐庄开盘，压大压少各凭眼力。本届鉴宝大会谁能拔得头筹，咱们赌场上见真章。鬼眼霍天成的赔率才1比1.5，周胖子这是压他多先啊！那还用说，霍家3代一传鬼眼，据说能看透3层石料。他不是来比赛的，是来收奖杯的。500万，不愧是沈家的人，太豪气了！沈明远敢压500万在霍天成身上，那说明霍天成稳了，跟着沈婆爷压准没错。明远，你看最后那行，叶无辞没听过，这栏写着外卖骑手，外卖的来鉴宝，这不是搞笑吗？这是在侮辱我们，谁下注他不是送钱吗？有这闲球直接扔江里听个。行了，别看了，一个送外卖的能撑过第1轮就不错了。我没眼花吧？沈家大小姐给一个送外卖的压了600万，600万压我，不怕亏了连哭的地方都没有？我信你。那可是无限额度的顶级黑卡，全国发行量不到100张。先是沈家大小姐的支票，现在又是秦家大小姐黑卡砸下去，2个江州顶级豪门的千金同时压赌一个送外卖的，那个叶无辞到底是谁啊？这面子也太大了吧！秦大小姐也来凑热闹，你这张黑卡真不怕打了水漂？这才几个钱，你要是愿意做本小姐的男人，黑卡还不是随便花。1比20，要是这小子真赢了，600万就是1亿2千万，再加上那张黑卡。诸位，鉴宝大会现在开始。本届大会共32位参赛者，经过2轮比赛，最终决出魁首。魁首将获得1000万现金，以及成为江国鉴宝中心正式成员。我没听错吧？1000万现金，这要是能拿下冠军，直接就逆天改命了。你以为冠军是大风刮来的？那32位参赛者哪个不是各路高手？难道只有我听到了江国鉴宝中心吗？那可是国家级的鉴定机构，多少鉴宝大师混了一辈子，连门槛都摸不到。看来诸位都已经等不及了，那我宣布，第12届江州国际鉴宝大会现在开始。第1轮原石盲鉴，桌上共50块原石，参赛者需在1炷香时间内逐一判定每块原石的种水色底，写出鉴定结论。鉴定准确率最高的前2位晋级下一轮。30块砖头料，15块有料，5块能出高货。时间到，收卷。这届水平不行啊，最高的才7成出头，30块石头，1炷香时间能到7成已经不错了。嚯，8成4，这已经很高了。9成，这怎么可能？不愧是鬼眼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听说霍家有一门秘术，能透视原石，看样子
沈大少要赚得盆满钵满了。100%，30块全对！历届鉴宝大会最高纪录才89%，他直接满分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只是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？叶无辞，又是叶无辞，满分！叶无辞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秦老爷子，您出题的时候不也一炷香就看完了吗？我不过是跟您学了个样，举一反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举一反三！叶先生果然名不虚传。第一轮不过是开胃菜，我们之间真正的较量在第二轮。决赛终极鉴宝10块原石，2位决赛选手各选1块，当众解石，谁选中的原石价值更高，谁就是本届鉴宝大会的魁首。现在决赛开始。鬼眼霍天成20年前连切3块帝王绿，那一战封神之后就没见他出过手了。听说沈二少花了3000万才请动他，这面子太大了。就这块，怕敢老坑黑乌纱，松花火蟒全齐。上一个人开出这种品相的是30年前的翡翠王。明远哥，霍老出手，那个送外卖的死定了。叶先生，请吧。老夫也想看看第一轮拿了满分的神眼，决赛能挑出什么宝贝。第一块满绿但裂到底，第二块冰种飘花但似灰，第三块霍天成选的帕敢黑乌纱，霍天成居然选中了玻璃种帝王绿，品相确实顶级，估值至少2000万。居然有这么大一块帝王绿，不，这不是帝王绿，就它了。那块皮壳上连松花都没有，跟河滩边的鹅卵石有什么区别？第一轮拿满分又怎样？决赛选石头靠的是真功夫，不是运气。这块石头卖相实在太差了。这就是动过手脚的那块破石头。哼，叶无辞啊叶无辞，你怎么爬上去的，我就要你怎么摔下来。秦老，这块料子皮壳松散，无松花无蟒带，苔痕侵入了至少3寸深，内部大概率是死棉。规矩就是规矩，选定了就不能改。不改。叶先生，你选这种东西，老夫连较量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双方已选定，先解霍天成之石。这是玻璃种帝王绿。满色玻璃种帝王绿，这种品相老夫30年没见过了，保守估值2000万。霍老，漂亮！叶无辞，你一个送外卖的也配赢？今天我要亲眼看着你跪在所有人面前，爬都爬不起来。叶先生，轮到你了。不过老夫建议你换一块还来得及。霍老的好心我心领了，不过嘛，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认准了的事儿从来不换。叶先生，这料子太大了，从哪儿下刀？从这里，斜30度，一刀切进去，入石3分。入石3分？那不是把可能有的玉肉给切碎了？切碎了算我的。切，入石3分，我看是入土3分吧。叶无辞，别磨蹭了，赶紧切完好滚蛋。一点绿都没有，全是石头，果然是废料。散了散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换个方向，再入3分。都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你们压了600万的神眼，第一轮满分，作弊的吧？师傅，最后一刀，从侧面直入石心。直入石心，这可是赌石的大忌，万一里面有玉肉，一刀下去就把整块玉都给毁了。叶先生，您确定？切。
居然出绿了！出绿了，满绿，怎么全是这个种水？霍天城那块可是高冰，这差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儿。我操，又是帝王绿！我眼睛没花吧？一场比赛能开出来2块极品帝王绿，这下难办了，都是帝王绿，那到底谁赢谁输？这还用问？肯定是霍天城啊，他那块个头更大，价值明显更高。不，这不是帝王绿，帝王绿没有这种荧光，这是龙石种。果然是龙石种，100年难得一遇的龙石种翡翠。龙石种是什么？传说中比帝王绿还高一个等级的顶级翡翠，真正的翡翠之皇。100年前缅甸老坑出过一块，指甲盖大小，拍了1亿2千万，这块居然有拳头那么大，这怎么可能？100年龙石种居然是一个废料皮壳，老夫走眼了。秦老，老夫认输。此番退隐出山，没想到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罢了罢了，老夫此生再也不会踏入剑石圈半步。怎么回事？二少，不好了，我们买通的那个工作人员被大赛主办方给抓住了。什么？我相信比赛结果毋庸置疑。我宣布，第2届江州国际鉴宝大会的魁首就是叶无辞。叶无辞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江国鉴宝中心的正式成员。这是1000万现金，恭喜你，叶小友。哦，不是叶先生。谢谢。老夫还有一件事要当众宣布：今日决赛开始前，大会安保人员截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工作人员。经调查，此人受雇于沈家二少爷沈明远，企图在叶无言的鉴定材料上做手脚。老不死的，你血口喷人！我是沈家二少爷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沈二少，这里是监控录像截图、转账记录以及当事人的亲口证词，要不要老夫当场放给大家看一看？爷爷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是被陷害的。对，一定是叶无辞陷害我，他想和秦家一起搞垮我们沈家。爷爷，你是相信我的对吧？我就知道我才是您的亲孙子，不管外头怎么说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您总不能胳膊肘往外拐。真解气啊！我也觉得，早就看他不爽了。3年前你赌吃亏了800万，是我替你填的窟窿，你反而不知收敛，又花300万请江磊来夺你姐姐的鉴宝阁。现在你竟然敢在鉴宝大会上买通工作人员，当众作弊！沈明远品行败坏，辱没门风，老夫今日在此宣布，将沈明远逐出沈家，族谱除名，永不续登。不，爷爷，我是您亲孙子啊，您不能这样对我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我一定改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从今往后，此人不得踏入沈家半步。叶无辞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吴雪柔，无辞，恭喜你啊！我一直都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。是吗？你一直都知道？是啊，你忘了以前你跑外卖的时候我就说过，你比那些人都有志气。吴雪柔，我怎么记得你说的是，你清醒点吧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凭什么让我跟你过这种苦日子？无辞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被沈明远骗的，是他用钱诱惑我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不嫌你以前送外卖，我不嫌你穷。吴雪柔，你配嫌我穷？你刚才说你是被沈明远骗的，意思是你是被他拿刀架在脖子上才睡到他床上去的？哟，当初嫌人家穷跑了，现在人家有钱了又回来，这不叫复合，这叫回收垃圾啊！还我不嫌你穷，人家现在住豪宅开豪车，你算哪个葱啊？你是人还是共享单车啊？扫码就走。吴雪柔，你毁了我爸妈留给我的戒指，踩碎了我最后一点念想，我绝不可能原谅你。
叶首席，久仰久仰，我手里有批莫西沙的料子，改天请您帮忙长长眼。叶先生，我们拍卖行想请您做特邀顾问，有机会一定合作。累了吧？这多亏庆功宴比决赛切石头累多了。你一晚上没吃东西，先垫垫肚子。看到没？沈大小姐和秦大小姐都围着叶首席转呢。乖乖，这小子不光是神眼，桃花运也逆天啊！秦大小姐，我还不是很饿。酒喝多了伤胃，喝杯温水。二女争夫，这可是江州2大顶级豪门的千金啊！这新闻发出去，阅读量绝对爆。二位，我肚子疼，上个厕所。秦小姐，他好像被你吓跑了。是被你吓跑了吧2个女人一台戏，果然撑不起我。堂堂叶首席，鉴宝大会上切出龙石种都没怕过，现在倒怕2个女人了。跑什么？怕我们吃了你？二位，我就是个鉴定石头的，你们一个是沈家大小姐，一个是秦家大小姐，哪个我都得罪不起。要不你们都冷静一下。我很冷静。叶无辞，我秦双剑看中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到不了手的。叶无辞，从今往后，沈家的继承人是我，但我一个人撑不起沈家，跟我一起走。沈大小姐，秦大小姐，我一个鉴石头的，让我先把石头看明白了，再来看人，成不成？行，今天先放过你。不过叶无辞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不急，我说过了，我等。爷爷，你送我的这双神透，到底是要让我看透石头，还是看透人心啊？